在稻谷熟了1000年的田边，古老的仪式正在举行，上梁。俗话说：“一家不可无主，一屋不可无梁。”梁挑起了人字形的屋脊，人得以在天地间安住。坡梁坡东东，东方它这边的有；坡梁坡东南，南边有多少个？坡梁坡东西，除了人生小里面；坡梁坡东北，金子银子，对么老本康。仪式的最后，是把献给天地的贡品分享给大家，抛上梁糕。66只兴隆馒头，88对定胜糕从空中抛下，成为乡亲们争抢的好彩头。糕与糕同音，抢到糕意味着生活蒸蒸日上，寓意吉祥。用食物来传情达意，点心是中国人饮食生活中最为温情的部分。雕刻在这些点心模子上的吉祥图案，记载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，对吉祥的渴望，对传宗接代的重视，对福寿康宁的期盼。北方的小麦，南方的水稻，不同的食材构成了精巧别致的中国点心。它们与历史相连，与民俗相通。酥酥软软的点心里，寄托着中国人独特的心思。郭秀清16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做手艺，至今已经30多年。今天，郭秀清做的是一个20斤的大寿桃，需要多人同时操作。寿桃下边是2层莲蓬花，压成饼，搁上花纹，用手一点点捏出来。大寿桃、小寿桃也要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完成。这20斤面，你10分钟之内必须全做出来。要把寿桃做好，速度是关键，否则面团会因为与手发生过多的接触，摩擦起热产生发酵，蒸出来的寿桃就会失去光泽，影响美观。蒸这一个大寿桃需要50分钟，控制不好火口吧，它蒸出来不就锈了？说锈了就长口了。这个烧火的也得会烧，不是一般人能烧了这个火。50分钟之后，寿桃出锅，把大寿桃、小寿桃和莲蓬花组装起来。从面粉到大寿桃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完成，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。传说中，西王母种仙桃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能长寿。到了宋代，寿桃从神话演变成给老人祝寿的贺礼，隐喻福寿瑞祥。郭秀清做的大寿桃是山东地区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样式。这个寿桃就是60大寿以上才能订这个寿桃。大寿桃代表老人，这个小寿桃呢，8个小袋代表了孩子们，就放2个包葫芦，这是家了2个老人都在，把老人当成宝贝，包在中间的。在山东民间，很多面点人们都叫做大馒头。大意味着重要，饱含着深意，直白的称呼里有着最质朴的情感。山东大馒头用料以麦面为主，
造型朴拙，是中国面点北方流派的一个别致体现。郭秀清在家排行老五，从小勤快能干。当初母亲要把做大馒头的手艺传给他，郭秀清却并不情愿。太累了这个活儿，所以说话哈，俺姐姐们不愿做这个馒头，当初那时候全部都是手油，那个面很硬，得多一遍一遍这么油，最后油这个手都通红，才能做出这个馒头来。最终让郭秀清下定决心做大馒头，是母亲的一句话：“老五，你快干吧，你干吧，到以后有馒头吃都是。”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哪有能吃上白面馒头？干馒头这是以后吧，你天天吃大馒头，一辈子能老是吃馒头。一辈子都能吃馒头，那就用心做一辈子大馒头。从那时起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，让郭秀清熟知大馒头制作中的一切变化。这锅谁卡的？有你卡的。那大家看了，你看这个鱼的这个不里边贴脏了呢？你看，跟你说多少回，这个卷水顶把它卷紧了，它那水也透不了蓝。这个吧，小鱼啊，你顶多就压了个10几根。你说实话，多少钱？有可能是混了，和那个哪儿传到里头。你看这个为什么？那你看看，吃不好，这个油就不好，你知道？吃这个馒头看上是没有问题的。你这个得好吃，它玩不好看。还得好看，还得好吃。今天外观一看，哎呦，这个馒头真漂亮。那但是吃出来那吃是绝对不如这一锅好吃。那能看出来？俺看不出来。所以说那一点红了不了，我就按照我的教那这么干的，这么干行了。大馒头不仅带给了郭秀清一家生计，也带给了她一个朴实的丈夫。当初那时候有个城乡差别，他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市区，那么俺那边就属于老山区，属于农村人。他们说有时候经常开玩笑，你怎么找农村媳妇儿哈？哎呦，他家大馒头好吃，他说的。目的不是为馒头，是为人去的，不是为了馒头去的。因为去了正赶上了家里，就是他家里做馒头，正去了赶上了一个刚出锅的。顺便尝了尝，所以就是。掉亲的时候有个他那大馒头，吧，结果他来商议我，说你快多了以后，拿俺家去吧。连馒头连媳妇都去家去了。在当地，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大小喜事儿，乡亲们都会用大馒头作为吉祥如意的礼物。走亲访友，这两个包一块儿行。这个面的这个咽口好吃，它拔甜。哎，我了解。我了了，两套这样。小麦原产于西亚，大约4500年至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。但是在唐代以前，中国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勉强用小麦充饥。千年来养成的蒸煮传统，让小麦进入中国之后，最初的做法就是整粒蒸、整粒煮。这种古老的食用方法今天已经很陌生了。它的味道究竟如何？我们请郭秀清家蒸了一锅。好不好吃啊？不好喝，难吃。哎呀，怎么吐出来了？怎么？难吃，里还有个馒头啊！战国时期石磨的发明，使小麦的精细化处理成为可能。石磨像一个时钟的表盘，把小麦带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时光。从砾石到粉石，碾磨之后的口感大为改观。
昔日备受冷落的小麦摇身一变，终于浓墨重彩登上了中国人的餐桌。今天，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。红布包裹着用面塑造出来的心意，有了童年的味道、爱的味道、团圆的味道。作为最吉祥的礼物，成为人们在喜庆中最隆重的祝福。小麦进入中国以后，首先在北方普及，与长江流域的水稻共同构成中国人的2大主食，支撑着华夏民族延续至今。唐宋时期，以小麦为食材的各种面点开始大量出现。最极致的是宫廷点心，贵妃饼，传说中源自唐代宫廷。据说这几个红点儿就来自于嫔妃额头上的花饰，洁白圆润如明月，与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结合在一起，就有了贵妃饼这个名字。贵妃饼是我父亲跟我爷爷学来的，我从小记事儿开始，他就做这贵妃饼。杨明的爷爷清末走出宫廷，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天津立足。父亲现在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按照古法还原更多宫廷点心，萨其马就是其中一种。其实，在满族的这个传统宫廷的萨其马当中，这个萨其马它强调的呢，口感要扎实，完全用鸡蛋去和面，整个制作萨其马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。用鸡蛋和面，切成小条，炸完后用蜂蜜熬制的糖浆将其裹住，使之互相纠缠在一起，再撒上枸杞、芝麻、葡萄干。《清文鉴》第27卷当中，萨其马还有一个别名糖禅。这个糖呢，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外面这层浆，拿蜂蜜熬出来的浆特别甜蜜。用蜂蜜熬制糖浆制作萨其马，是点心的取味方式之一。早在史前时期，人类就已经知道从鲜果、蜂蜜、植物中摄取甜味。唐代制糖业的发展，让糖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点心当中，给人们带来更丰富、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。杨家父子做的点心讲究传统口味，坚持古法制作，一直深受街坊邻里的追捧。在他家这间点心铺里，普通人也得以品尝昔日皇宫里的味道。好了，给您。好，谢谢您啊！不客气，再来点。好。走出宫外的宫廷点心，不仅成了老百姓喜爱的食物，更是人情往来的馈赠佳品。苹果、香梨、柿子、杨桃，这些琳琅满目的水果，采用的都是同一种食材——面粉。它们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面果。王志强，人称面点王，20出头就当上了国宴的面点大师。这些惟妙惟肖的面果，就是他带着徒弟们研发出来的，也是他的独门秘技。面果系列花费了王志强大量的心血，光研究上色就用了10年时间。王志强坚持所有颜色都从天然蔬菜中提取。
柿子的橙色取自胡萝卜汁中的胡萝卜素，苹果的绿色来源于菠菜汁中的叶绿素。我们不知练了多少次，你想提来一个好的，哎，觉得这颜色特别好了，可是再一蒸，颜色就脱落了，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就是跟包子制法一样啊，也包了馅儿了，也是发面，只不过有了颜色，有了立体造型的方法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。面点制作，低温的蒸煮很难保持造型。王志强希望用蒸煮法，而不是高温的油炸、烘焙，创造出造型立体、形象逼真的面点，把这个中国最传统的技艺做到极致。发面呢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我们老祖宗就用蒸的方法，这样呢人吃起来特别健康。要把面果做得和水果一样逼真，就得多观察、多积累，还得有一定的美术功底。柿子这个上头这个叶儿，它是往成翘边的，为什么着重点这个黑点？其实就画龙点睛，就这一点点，就一个黑芝麻就解决它的问题。如果这一点没有就不行。卷曲的柿子蒂，橙子和柠檬粗糙的纹理，香梨表面红黄两色的渐变，甚至连果蒂里都带着白芯儿。独具匠心、造型逼真的面果，震撼了许多人。色香味形，最重要的还是口味。别看都是面做的，你看到的是什么水果，吃起来就是什么味儿，也是面果的一个绝技。特别的难，啊，特别难，花了10几年时间呢，就真的一心就扑在这上了，想献给大家完美的东西。有人形容，面点就是拿着面粉作画，好的面点师做出来的不只是简单的食物，而是挥洒自如间傲然挺立的一件件艺术品。小小面点大有天地。到了南方，面点的精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食材也悄然发生了改变。长江水系的下游，湖泊水网密布，气候温暖湿润，恣意生长的水稻是这里的主要食物。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中，中国人首先学会将野生稻驯化栽培，进而培育出更多品种。接着又掌握了舂米磨粉的技术，创造出难以数计的米食，成为饮食文明中重要的部分。重阳糕就是其中之一。农历9月9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。这家有着199年历史的苏州糕团店，在重阳节到来前，每天要做出10吨重阳糕，才能保证老百姓的需求。穆师傅18岁进工厂，
已经做了33年高团。高团呢，它有13道工序，从1粒米到1块膏出来，每一道工序它有每一道工序的讲究。刚出锅的膏需要趁热揉，把里面的水分、空气挤压干净，将米粉揉上劲儿。你看1块膏，它在揉制的时候它是很烫的，它有120度，120度当中把这个手不停地搅动，用力气把它揉制。不揉制的话，这个劲啊它不会出来。蒸好的膏团不仅烫手，还有粘性。而在所有工序中最难的是切膏。切1块膏都是有10几年以上的师傅切的，这个还要看个人的悟性，悟性不好了，可能人家10年都不会切膏。秋来多节重阳是尾，每年农历9月9日，日月皆阳，良久相重，故曰重阳。重阳节敬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因为有登高、高寿的意思，寓意百事皆高。重阳糕因此被人们喜爱。早上6点，购买重阳糕的人们就排起了长龙。糕团要当天做、当天吃，不然就会变硬，必须趁着新鲜拿回家孝敬老人。每年重阳，糕团店的员工们都会到福利院，给老人们送重阳糕。这个习惯保持了25年。今天在座的有2位100岁老人，一位105岁，一位103岁。软软糯糯的糕团，带着糯米特有的香味儿，和江南水乡融合在一起。如果说北方的点心是观礼茶食，那么南方则是夹糊细点。日出、云海，都是90后姑娘蒋露露的作品。此外，还有一种作品也是露露亲手制作的。其实练这个非常的考验自己的耐心，因为每一颗要去把它捏出来，还有一个就是它很容易干掉，你必须要保证在它没有干掉的情况下把它完成操作。
发酵的时候，我的面团会变大，但是因为我在表面抹上了那个可可酱，那个酱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它胀大了之后，它这样就裂开了，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，我冬天会干燥，会产生那个皲裂的一个状态，蘑菇的纹也是这个原理。大学期间，露露参加了一次全国烹饪大赛，她的参赛作品瓜子酥、蘑菇包获1等奖。从那时起，露露就喜欢上了中式面点。哥哥也是一名厨师，他在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回家用一只胡萝卜雕了一只虾，然后我觉得好神奇啊。越来越提高了之后呢，带着神秘感和好奇心，露露在烹饪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时光。大学毕业后，露露在温州的一所职业高中教授中式面点。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？自己做的很香，自己做的丑啊？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好看的。你呀？好，那今天老师要看你做的有多好看啊！能不能秒杀全班？学艺10年，平凡的面团在露露手上变换着造型与味道。每个周末，露露都会利用业余时间教家庭主妇们做中式面点。她喜欢将自己体验到的美与温度传递给更多的人。超级开心。家庭主妇她喜欢烹饪，喜欢下厨，就是她想让自己的家人，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口饭，能够吸引到她的眼球，然后能吃得饱一点。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爱，感染到了我。学员们的真诚，让露露感受到用心做、用爱做，这才是一切美食的真谛。虽然大家跟我学习的是这个中式面点的一个制作，但是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。我现在就是至少让来跟我学的学员都能让他有所收获的回去，可以颠覆他们对于传统中式面点的一个想法，他回家马上就能够做得出来，而且他的家人会很喜欢。然后这个面分好了之后要给它盖起来。我这个面搓调的时候，台面上不可以有粉。这个面比较软，它比较好搓，所以我们调中国结的话，建议大家面调软一点。然后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开始做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画2个8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8。然后这个孔要留着，你可以把手指头放进来，可以放在手上，然后再把这个穿进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结了，就是我们的旗袍。或者是我们这个吊坠，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琵琶结。我在学那个中国结的时候，就想着要把面团做成这个结了，因为它们都是共通的，都是线条，只是一个能吃，一个不能吃。但是不是说下面就蒸不好，下面其实也可以蒸得很好。露露的作品得益于她对自然的贴近，让露露不断获取新的灵感。我真的觉得这些日落特别的美丽，只要是有关于天空的任何的东西，我都特别的喜欢，看不腻，就一直都是处于像初恋一样的感觉。那我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，能够释放我自己，然后我再回来继续做点心，那我会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它们是相通的，所有美丽的东西它都是相通的。点心由北往南，愈发精巧雅致。在徽州地区，点心在南方的灵动巧思里，多了一份文化与乡情的厚重。哎，那今天不回来了吗？
今天是这对年轻人大喜的日子，伴随着热热闹闹、绵延不断的鞭炮声，甜甜蜜蜜的喜糖，更是婚礼上必不可少的。花花绿绿的喜糖中，乡亲们对这个有着双喜字的糖情有独钟。嵌字豆糖，这是一种被称为“说文解字”的古徽州传统食品。每块糖中都蕴藏了一个吉祥如意的汉字，糖中有字，字里含意，意间带甜。中秋前后是黄豆的收获季节。黄豆是嵌字豆糖的一种主要食材。经过严格的筛选，质量最佳的黄豆才能成为豆糖的原料。嵌在豆糖里面的字是黑芝麻粉。晒芝麻要选好天气，充足的阳光蒸发了水分，芝麻才会更香。精挑细选的黄豆和芝麻晾干之后，再分批炒制。芝麻要快，要大一点火，炒几下熟了就要拔起来。黄豆要小火，炒老了不行，炒老了它那个豆子黄了。炒嫩的呢，吃下去啊，这豆味醒。我们农村呢有句老古话，叫大火芝麻，小火豆。会做嵌字豆糖的人很少，几乎都是70、80岁的老人。今年65岁的金惠民算是年轻的一个。他16岁开始就跟着师傅走街串巷做嵌字豆糖。嵌字豆糖只是在安徽祁门的西部地区才有流传。在祁门本地长大的汪振华，一直到5年前才第一次看见。13年我是第一次见嘛，第一次见到你很震撼嘛，就特别那一刀下去，一切一个字，呆了，想怎么能做出字来呢？就觉得这东西很好，所以就想一心去做了。当汪振华萌生了自己开厂做嵌字豆糖的想法时，他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才找到金惠民。那开始跟他做，我衣服不带，我准备做几天就回来的。他你这小子年纪不大，也是骗我的，他根本不相信我的。我给你做了，你糖卖不掉，你给我工资，那你不亏本吗？我是这样想的。哎，我就不带衣服去，我就做几天我就回家。出门连换洗衣服都没带的金惠民，在汪振华的工厂留了下来，一干就是4年。最让金惠民高兴的是他的手艺没有失传。就是他叫我做糖，我也高兴了。我怕我这个手艺没用了吗？我喜欢做糖。现在厂里我们一共有4个师傅，包括金师傅，包括我，有4个人会做。将麦芽糖熬制的糖浆倒入黄豆粉和黑芝麻粉中搅拌，黄豆粉团和黑芝麻粉团分别改刀成小剂子，运用木质夹板加工成规则的糖条，利用黄黑2色糖条上下左右搭配，形成各种文字。方寸之间，嵌字豆糖代替了语言。我们是黑的做字了，白的做纸了。你必须要记得那个黑的有多少笔画，你不记得多少笔画，你做起来肯定是错的。在斗的时候呢，不能斗反了。吃到肚子叫咬文嚼字，把文化吃进肚子。嵌字豆糖所在的地区，曾经被称为徽州。处处可以看到黑、白、灰交错构成的标志性徽派建筑。在同属于古徽州地区的黄山于亭镇，有一种颜色上酷似徽派建筑的古老糕点
于廷皋。于廷皋模具里雕刻的吉祥图案，大多数都以徽派建筑雕刻为模板。树叶寓意着落叶归根，和合二仙寓意婚姻美满，暗八仙指的就是八仙过海里8个仙人的兵器，象征着徽商做生意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于廷皋色似徽派建筑，粉墙黛瓦，形效徽州雕刻，精彩纷呈，人称能吃的徽州石雕。江南，一如昆曲和园林，点心也深得这方水土的灵气。徽州点心有徽派文化的神韵，杭州茶点就有西湖山水的灵秀。西湖有荷，于是也有了荷花酥。心里美萝卜与胡萝卜分别榨汁，那就是荷花的神色。它们以适量面粉和成粉色和黄色2块面团，多次折叠，用工具割成圆片，刷上蛋清，包裹玫瑰豆沙至球状，最后在其顶部划个米字，2至3成油温下锅，一朵荷花就在杯盘里完美绽放。明前有茶，就顺应着有了龙井茶酥。菠菜汁描绘了龙井的绿色，翠绿的酥皮与油心包在一起，经过多次折叠，卷成圆筒状，切成圆片，再刷上一层蛋液，包入馅心，在底部沾上点芝麻粒，油锅就有了茶香。把世间的万物浓缩成点心，赋予这小小的点心莫大的心意。在杭州，品茶赏景，吃一朵荷花，心生碧波；品一抹翠绿，茶映天色。人与自然默然静处，这一方天地就是净土。如果说北方的点心是宫廷里的零嘴和礼品，江浙一带的点心是茶楼里的闲情雅食，那么一路向南，在广州，点心和早茶搭配到一起，进入了正餐的行列。陈勋93岁，粤式点心界泰斗，行内人尊称其为勋叔。岭南春早，广州人有早起的习惯，早茶便是一天的重头戏。一壶茶几笼点心，开启新的一天。吃早茶是陈勋一天中最为惬意的一刻，但是在退休之前，这种生活他从来没有时间享受。一世夫妻半世床，點講呢？我哋起身咧，基本上咧上1點鐘、12點鐘咧要起身。我哋比皇帝仲要早，以前就叫皇帝5更3點黃燈電啊嘛，咁我哋唔止5更咧，呢個時候正式3更嘅，3更半夜啊嘛。打風好，落雨好，都要上班嘅。13歲入行，陳勳最開始學的點心就是叉燒包。粤式點心中，
陈勋最拿手的也是叉烧包。因为好吃，上个世纪40年代，陈勋做的叉烧包，最高纪录是一天卖出了1000多笼。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玄丰港。陈勋的叉烧包到底有什么秘诀呢？93岁的面点大师和他的徒弟们一起，为我们展示古法制作叉烧包的绝技。做叉燒包呢，基本上幾個關鍵。一個包皮啊，從我嘅要求呢，肯定嚟講就先間中和。1斤面種，3兩面粉，加入糖提鮮味，加入鹼水混合，反覆揉面，然後將小份面團按壓成圓形的皮，包入新鮮拌好的叉燒餡。我自己覺得就個比例啊，都係4:6，我哋叫4:6，一定呢要執著形，正式著攏形。如何爆開口是製作叉燒包的關鍵。陳勳的叉燒包上籠之後，依靠蒸汽的力量開始膨脹，最後，包子皮如同吹爆了的氣球，在鍋裡自然爆開。既係要爆口，但係咧又唔太爆，即係最大關鍵就加溫，即係蒸嗰度啊！我哋行內一句術語，3成係做嘅，7成係加溫嘅。我本人咧好注重就係加溫，所以好多時我教啲徒弟都話：你整得硬靚都好，整兔仔架好，整飛機好，整大炮都好，你加溫唔好嘅話，就可以講係失敗嘅。嗱，呢個包啊，唔一定3塊，我認為大家最主要有接，加上咗嚟講咧唔好糊餡。呢個包咧基本上符合，但仲有啲唔夠嘅地方咧，唔好太鬆。你而家啲鬆嗰頭係睇唔到雜紋㗎嘛？呢個即係睇到呢啲雜紋係嘛？係啦係啦，係啦。嗱，好似呢啲標準，呢餡咧基本上嚟講就餡，但問題咧芡嘅幫雜度咧仲係差啲。嚟，你哋試下，你哋試下。叉燒包、蝦餃、燒麥、蛋撻，號稱粵式點心的4大天王。4大天王這種說法就是陳勳提出來的。9成不衰，你去邊間大酒樓、邊間大酒店冇呢幾個品種咧？陳勳認為，4大天王集中體現了粵式點心的最大特點——包容。製作叉燒包的麵粉來自北方，皮要自然爆開是南方的創新。蛋撻則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徵，進入4大天王之列。港式點心呢，就離唔開我講嗰幾句：洋為中用，古為今用，中西並舉，南北結合，既有傳統又有創新。廣州被稱為歷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，北方的麵粉、西方的食材源源不斷地運到廣州，點心在這裡完成了東西合璧、南北交融的使命。因為有心，因為用心，中國人賦予食物以靈性，做出了最精彩的點心。它們有名有姓，有身形，有風骨，有魂魄。這是食物，也是信物。中國人的生活之美，依循着大自然的韻律，
应时应季的人们，让饮食里有了四季，让光阴轮转出滋味。